它位于朝鲜半岛的南方，仅1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却生活着5200万人，它就是宇宙第一的大韩民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呢，其整体军事实力常年来都能排进世界前10。就在美国公布的全球火力指数排行榜上呢，韩国就位列第7，整体实力还要超过5常之一的英国。因此，许多韩国网友都认为，如果将韩国放在欧洲的话，韩国很有可能成为欧洲霸主。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老兵就和各位聊一聊韩国的军事实力。韩国的国军总兵力为69万，在世界上排名第6，其中陆军56万，海军6.7万，空军6.3万，另外尚有预备军304万。听到现役这个数字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吓了一跳啊？这代表着每70个韩国人里面就有1名士兵，这和许多人印象中的韩国并不相符。其主要原因呢是韩国有美军驻军，需要美国提供军事保护。但是老铁们仔细一想就能够明白，既然韩国的经济和科技水平都十分发达的话，其军事实力还会弱吗？在陆军方面，韩国拥有各种型号的主战坦克约2400辆，其中 K1 主战坦克1000辆， K2 主战坦克600辆，装甲运兵车3500辆，光是其105毫米的牵引火炮就有大约3500门。在精准火炮打击方面呢，韩国有着相当不错的实力，该国的军队装备的坦克也是自主研发生产的，全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有这样的实力。而在人数上，韩国的陆军人数呢是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4个国家陆军人数总和的2倍。因此也有不少韩国网友吹嘘啊，自家的陆军亚洲第一，横扫欧洲完全不是问题。不过老兵看来呢，虽然韩国陆军的武器确实有一定的吹嘘资本，但第一横扫什么的还是算了吧。毕竟如果人数有用的话，那研究武器还干什么？而在空军方面呢，韩国空军是拥有600架以上先进战机的现代化空军，其中3代机的规模超过了200架，并且韩国还订购了60架 F-35战斗机，目前已经装备了32架。从战斗机的规模和质量上来看呢，韩国空军的实力已经接近日本了。除此之外呢，韩国还装备有100架左右的 T-50教练机，在战时呢可以转换为轻型战斗机。而相较于陆军和空军，韩国的海军则和其他沿海国家不同，并不是很受到重视。老兵认为，这很有可能跟朝鲜海军的实力不强，以及驻日美军的第7舰队分遣队可以随时支援有关。不过再怎么不重视，韩国海军在世界上也是有着不错的水平的。该国装备有大量的新型驱逐舰、护卫舰和2栖攻击舰，而其中世宗大王级更是一个万吨神盾舰，其舰艇总吨位更是超过了20万吨。再加上韩国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增长速度很快，可以说是个军火销冠。再加上它和美国走得很近，可以拿到很好的军事资源。从纸面数据来看呢，韩国的军事实力确实不错，但是要说远超英法德的话，我看还是有一点狂妄了。这仨以往的战绩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即便是现在由于历史原因导致衰落，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韩国再怎么锐意进取，也不能在短时间内超越他们。如今作为老牌强国，英法德更是被誉为欧洲的3驾马车，三者呢都是经济强盛、科技先进的发达国家。其中英国和法国更是核武器拥有国之一，德国则是世界第4大经济体，科技和工业实力雄厚的一逼。哪怕咱们抛开核武器来讲，在空军和海军方面，英法2国的远洋作战能力呢就是韩国所不能比的。曾经作为数世纪的海上霸主英国，其远洋作战能力更是完全能够给韩国好好上一课。而英国的 BAE 系统公司更是当今全球排名前3的军火巨头。而法国呢，一些人可能会受限于法国的投降问题，而留下一个法国没实力还没胆子的印象。他的陆军部队中装备1000辆主战坦克，装甲运输车呢也和韩国是不相上下。除此之外，法国更是当今除了美国之外唯一可以建造核动力航母的国家，其空军部队更是有500余架战斗机，其中呢光是4代机幻影就有345架。夸张点来说呢，法国可以说是军事规模缩小版的美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德国，德国可是世界有名的军工强国了。它最厉害的地方呢，在于其制造技术，无论是大型武器装备还是精确制导武器，德国都造得出来，战争潜力简直不要太夸张。而且这3个国家在现代化作战经验上也远超韩国。从这些年的阿富汗战争、叙利亚战争等事件中呢，都能够看到这几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影子。然后我们再回看韩国，就能发现韩国并没有大型武器装备的完整生产和研制体系，
它只是一个能够背靠美国的中间商和组装者。而在实战方面呢，那就更不行了。毕竟韩国光是面对朝鲜都够呛。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那是因为韩国虽然在常规武器方面确实已经碾压朝鲜了，但是在战斗意志方面，很明显朝鲜要更占优势。例如朝韩两国的3次延平岛冲突，其事件的起因呢，就是因为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两国对于海上的界限一直都没有明确的划分，因此双方都认为自己拥有延平岛以及附近海域的主权，所以两国经常在这里发生对峙或者小规模冲突。而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韩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飞速发展，该国对于延平岛的立场越来越强硬了。在1999年，第一次延平岛海战爆发，韩国这次呢可以说是有备而来的，仅仅14分钟的时间就击沉了朝鲜1艘鱼雷艇，重伤5艘巡逻艇。面对着猝不及防的打击，朝鲜军队只能被迫撤退。为了表彰这次胜利，韩国还特意修建了第一次延平岛海战胜利碑。但是朝鲜哪肯善罢甘休呢？于是在2002年，憋着一肚子火的朝鲜军队出动了2艘猎潜艇来对付韩国的炮艇。于是第二次延平岛海战爆发。从性能上来看呢，韩国的炮艇性能十分先进，可以说是完全碾压朝鲜老旧的猎潜艇。但是朝鲜呢，却在开战前做足了功课。他发现了韩国的炮艇虽然火力十分强大，但是其防御力却很薄弱。于是朝鲜便直接将 T-34坦克固定在猎潜艇上，充当固定炮塔。在开战后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了韩国炮艇身边，在100-200米的距离下，韩国被轰了个措手不及，1艘炮艇直接就被击沉了。而朝鲜方面呢，则是由1艘猎潜艇受伤，并无军舰沉没，算是扳回了一局。此战过后，韩国民众对自家海军的战斗力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一个2战时期的老古董坦克居然击沉了大韩民国现代化的巡逻艇，这简直就是笑话。但是关于延平岛的冲突还没有结束。在2010年的时候，韩国的1200吨天安舰突然爆炸沉没，韩国军方呢认为是被朝鲜的鱼雷击沉，因此韩国开始了在延平岛海域附近的炮兵演习。这朝鲜哪能忍呢？在当天下午，朝鲜人民军突然使用火箭炮对延平岛东侧的韩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了袭击。当30多发炮弹落到韩军的炮兵阵地上时呢，韩国士兵的心情是懵逼的，整整过了13分钟才想起来用自家的宇宙第一炮进行反击。这时候呢，韩国炮兵阵地上仅剩下3辆 K9 自行火炮是可以开炮的，并且其炮兵雷达也出现了故障。最终在韩军发射的80发炮弹中，有50发都没有命中目标。因此在这次炮战之后呢，各国军事专家都认为韩国炮兵的战斗力并没有吹嘘的那么高，相反其士兵素质还是有待提高的。